给他电话挂上了啊。阿妹先不要来先啊啊！拔起来，汉地巴巴上面的球，下起了三人上演暴扣，到了美美的3分，以为要做的就支持。好，大家好，欢迎回到马兰沙滩啊！现在我那个整个有点 K 这样哦，已经来到第3集。可是我录完我终于回猫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开头。不管怎样，今天请了一个我敲了2-3次，可是一直没有成。可是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OK， 你的问题。对不起，是我的问题。OK， 我们现任柔佛南湖的冠军后卫，以及我们的国家队目前的主力后卫王一栋，欢迎。Hello， 一栋，穿点含蓄的。说 Hello， 刚才讲到比赛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子的。首先欢迎一栋先，然后 before 我们去到问问题啊等等之类的东西的时候，你现在是在打 BCL Asia East 对吗？整体感觉怎样？我觉得很高强度啊，跟你讲跟 NBL 比根本不用比，因为现在我 NBL 可以打30分钟，这我看打10多20分钟就没有力了。你要身体对抗啊，他们又跑很快，全部很大只，真的是很碰撞那些也是很够力的。可是我看到那些防守的强度也是特别的高哦，加上因为最近我们也是有在做 Wheels 那些嘛，然后我们也是有看到就是蒙古那边，因为我做一个蒙古的那个他那边的那个 Wheels 所以他做好的时候就有好像一个蒙古的一个 rapper 他就 share 我的 Wheels，所以我就按进去他那边看啊，我就看到原来蒙古的那个 league 看起来就哇。NBA 的 league right 很够力的，很够力下，差太远了。那个 Jordan 在那边打的，他们之前 Freddie 他们就没有在那边打。Freddie 也有在那边打。之前去年前年有打过一届，他们蒙古一直有比赛，也很够力，所以他们蒙古篮球上很快，他们全部又 fit 哇，很够力哦，真的是很够力。身体素质上你看起来我们是不是差太多了？差很多，你讲那些碰撞啊，他们防守手推啊什么，全部都是上很高强度。你看到就是这3队里面啊，像第一场你们打 WOD， 然后打蒙古那场，因为蒙古那场真是看到真是天壤之别啦，就是哇，他那个外援真的是怎样受他打3节，那个 Wesley 不传的嘞，什么东西？单打都也是够力，另外一个22号也是手感又好，这样都放得进，真的是好溜。这样我们讲回去这个 BCL 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你觉得你给自己的打分啊？你觉得这是 BCL 这3场啊？你觉得你是打多少分？10分里面的话，我觉得有5、6啊。可是因为我也没有想到教练会给我这样多上场时间，他讲真的，因为他觉得是唯有他们打嘛。然后而且我3场他都会好像轮流换人，结果我3场都有得打，就是没有想到啊。可是表现我觉得还不够稳定哦，因为我也很少打这种大比赛。第3场他放我 first play 讲到我前面，我就问天爷，我讲可以不要放我打 first play 然后可能过后还是就冲哦，就 try 看看，结果还打得不错，就还好。可是你看，我记得他在不懂是哪一波 rally 过后，然后过后就直接上板凳，因为你刚才讲很累嘛，真的是很累，他就快点比，我快点 stop 了。那体力耗很快，没有力就真的是换出去，不要再害球队嘛，就就被人家再打一波就很难。这种没有力就出去做，然后休息，再等教练换你。因为我发现到你们可能是因为防守上的强度啊，然后我觉得你们也是蛮快累的，就我看你们换人的那个频密的很高。然后你觉得很像蒙古啊、印尼啊这些，这3支还有台湾啊，这3支球队里面，你觉得我们可以有的比的是哪里一支？我觉得印尼我觉得防守还好，我觉得防守最好的就是蒙古，因为他们真的是手一直推，太快也没有吹，就他们的强度就是这样。就很像那时候在第3场印尼的时候，你们其实是压着他们的后卫在打了。真的是压着我们本土后卫在打，我们不要也没有拿什么分，他们本土后卫我们也防得到，就是真的是外援难防。怎样？他已经尽量减少让那些后卫持球了，你懂吗？然后到最后还是在他拿那2-3球，even though他的那个 transition 还有一个放掉嘛，就放掉，然后放枪，然后不进嘛，到时候他是直接把他换下去，干达拉吧，我记得忘记了。总之
到最后球还是在那个麦卡洛身上，又是在焦瓦多咯啊，焦瓦多，还有32号，焦瓦多那天都久，他前面因为他 swing 太快哦，有时候他 swing 太快过后，到最后怎么焦瓦多会 wide open 西北准那一天西北准啊，我有去访他嘛，焦瓦多那时候他就有讲就是 have a great time 嘛，然后他就跟我讲18、19年的时候他有回来过打这边打 ABL CL S9 嘛，然后他就讲OK 这样子他就是那种还要回来我再杀你们这样子的那种概念，就很 vibe 咯。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讲太多的比赛的上，因为都是过嘛，我们就是要 looking forward 的话。那时候的进场的球迷，你觉得会吓到吗？我自己对我来讲，我自己本身是吓到的。他爆满哦，印尼也爆满，就蒙古没有到满了，就第一跟第3场是爆满，是有吓到的。而且是拜一拜二的天，时间都有这样多球迷来看。而且我很明显感觉到就是不是感觉到，是观察到很多 JB 人，真的很多 JB 人一下，很多 JB 人，在地上来看真正的篮球人口在柔佛。可以讲啊，OK 吗？4个9号了，你要怎样？那比赛在9号一定满。怎样哦？人懂啦9号人很梗一下的那你自己是9号的四湾岛人，4湾岛，所以是国大丁基嘛？我所以我地理不是很好。国大丁基所以你那时候就在四湾岛开始打球嘞，还是怎样？还是直接已经被拉大队了？我是小学我在四湾岛读嘛，然后中学本来是要去宽中，然后差一点被学长掉喂。去宽中，可是我有考，可是我还有一帮朋友去滦中，然后我也去考滦中，然后到最后他们去滦中，我就因为以前刚崩出来怕嘛，一个人不敢去宽中住宿舍什么，然后就一起去滦中。因为我很早，因为我是住新居湾的。然后那个新居湾有一个场嘛，有一个公园那边不是有一个场吗？我不懂是在几岁去打球的时候，可是那时候可能是读大学回来，我就听过，那时候应该是你打那个3人赛，U18 ，U18那个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讲说，一东之前有来过这个场打球。我之前读那边1年半，读了过后我就上来 KL 了。所以是没有读完你就直接转上来了。没有，我在那边读1年半，然后我就转回去四湾岛读1-2个礼拜吧。中控啊？没有，我先回四湾岛读那个马来西亚，读1-2个礼拜就去中控。当时就刚好好像共打那种14岁代表居銮。第一次没有过先代表校队了就打线了就直接中走，然后中走了就上国手国青。像你们两个是差不多一样年龄他98，我98，我96，96，所以那个是。这样我对不起，这样我讲真的我不是很记得，可是我印象中有人讲过，就是讲一东来这个场打过。盲场在居銮。有空也是会过去的，可是现在真的是没有空。怎样有空？今年应该都不会有空了。今年应该会排到满，很满。我看了他们的行程了，这一整年的太满了。只要还在轮替里面，你就是一直每天就是在练罢了。这样，like before 选进这个 BCL 这个。我其实可以讲是国家队，可以。我这里可以澄清，我这里有办法澄清，他是国家队可以这样子讲，就是代表马来西亚嘛。这样你这次打 BCL 的时候压力会大吗？我觉得压力还好，紧张就你怕打不好还是什么？因为那时 NBL 过后又停一段时间，我又真的是去玩，完全没有动球。对，我看你去旅行，差不多我要去英国旅行，然后过后回来就选拔，那时都完全没有动球，也怕不会中选嘛，然后可是就一直那时选拔够力哦，累到了，因为完全真的是1个月没有动。是因为我们去拍他们选拔嘛，然后他整个的节奏就是不像他 NBL 的决赛的时候那种 tempo 了，不像，然后过后就慢慢练回来 catch up 这样子，我们讲一下在 JST 的这一段时间因为网传我不要讲很多，网传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你是 JST 算是大哥级的一个人这样子，你在那边打球的时候，你有看到有哪里一个球员是你觉得他可能是未来？哇，这样拿这样演气来直接来反正移动撇了。那个7位 Brian 洪生这几个都我觉得都很好，他们
而且也一起打U20、U23那些。可是下场机会就没有这样多，因为还有我们嘛，而且你就平时一定是要做准备哦，然后你下场的时候不要缺场还是什么，教练你就可以给到教练信心嘛，这样子你就可能会下场更多。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很像你们打 NBL 的时候，你们会你尤其是你啊，你就有时候会跟他们去讨论一下，就讲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才可以打得更好，这样子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应该要这样传，这边我们应该这样看，不要站住那边吧。就是因为我也是拍蛮多你的 highlight，所以我有时候会注意到你会去跟这些人去沟通。啊，我会沟通，可是有时候我会脾气会上来，会比较大声一点。可是他们都明白，在这些戏啊都明白，教练也会跟他们讲，因为我们要赢嘛。可是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啊，可是就现在慢慢控制。可是你算是蛮早已经是步入到国家的吧？就从15岁之前、14岁之前上打 C8， 打 C8过后15岁、15、16、17全部在国青都很早都有进入到一个有点像是leader的角色去，就是作为主力控卫角色去这样子。因为之前是打2号位，就是是哦，才到就打苏妈的时候才转去控球，会辛苦啊那时候。因为不懂那个时候觉得打控球、传球那种比较开心比较爽啦，所以拿到 NBL 第一助攻啦所以 NBL 才拿第一助攻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那么早进入到国家队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到其实你自己跟人家有一点不一样，在打球这边，及时发现？以前我是比较不喜欢练球的，自从那时受伤过后，你就很努力去做复健那些，过后你就变得比较勤劳练球啊，别人可以这样讲。以前真的是我很懒惰，随便练还是什么这样子，然后过后就受伤过后就很认真去弄我的脚啊，然后想要看背这样。所以那时候19 COVID 之前1920年左右，差不多。我记得有一张照片啊，就是你在PD 的球场，然后你旁边就是那个拐杖在旁边嘛然后就拍张照片口罩就那张照片，我就讲因为我认识你的比赛是U18那4颗3分越南，然后直接结束掉对方的那个比赛，然后我想这个人改天我看球的话他一定会在吧，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读大学我就没有，然后我就发现到怎么这个人还没有出现呢，怎么在哪里了，然后我就想找到最后回到 Southern Tigers 那边。可是在 Southern Tigers 之前其实你是有去代表过 NS Matrix 的不是？ Southern Tigers 之前我是代表过双，那时是我脚刚好，然后我也完全没有打球，高双就收留。还有问我那个 Adrian， 我讲我已经很久没有打球了，那时我也是要放弃篮球了本来。OK。然后他就讲他会给我时间做复健，然后给我薪水那些，然后就回来我就回来 KL 就做复健去 fight 结果第一个比赛就在那个比亚拉哈拉班有够凶，那时就第一个比赛就一直打到现在。黄色球，那时候你穿红色还是黄色？紫色，我染金色头发你很多次染金色头发，我忍不住就是那个时候是阿秀也是刚出来的时候，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就高松给我一个机会，我做好 rehab 然后练球才回来。然后刚好高松过后是他因为欠薪水那些，然后刚好我知道那么大，然后就到 JSD 刚出来，然后那个教练就问我要不要回来酒后，我讲肯定是回去酒后，肯定IC 都是01的这样然后就到现在2-3年了。所以那个时候算是国青的时期有建阳教练嘛，然后现在也有就是双台哥这边也还有建阳教练，可以聊一下就是建阳教练你整个跟他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几深厚？因为我看到你的 IG 就是生日的时候你以前还是会 post 那些东西，到现在一起合作这样。我以前就脾气很臭国青也是要打我要扒我那些，在那时候我在卡德还是我他直接叫我，你给我出去，不要叫我不要打还是什么，凶然后在练球还是要扒我还是什么。以前我也是很脾气也不好可是过后就一直给他教以前练国庆是最辛苦的，4-5点要起来，然后去跑步，拿出那个哑铃跑。我以前在那个118那边。那个金湖山那边的。跑一个4-5千，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偷懒，我们把那个
那个位放在树那边，走这样。所以以前国庆全部早上跑完步你就要去读书，读完书回来下午又练球，然后晚上又练球，这样很累哦。所以那些人在网络上要跟我讲要做职业球员，你们先去看一下，没有先听看现任国手在讲什么东西，对到底怎么练的？我觉得他们看到那些灯光，他们没有看到后面的努力。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很多人。何止是那些小的，那些在那边 comment 的嘛是。对，我觉得叫他们上去打，搞不好厉害一点。对，可能他们厉害一点，没有那个他们坐在家里光是背那边打字应该比较厉害。哇，最近也是很多这种 hate 的 comment。没有，因为篮球在 NBL 过后就稍微冷下来了嘛，我们也没有东西播，什么东西吧，什么都没有嘛。然后因为一个比赛爬没有回来了，因为国家队出征嘛，然后就爬我们全部回来了。然后最夸张的就是我昨天有录，然后就在小红书翻，我不懂你有在 chat 还是看到吗？全部人要票，因为卖完了，全部人要票啊。普通票本来30块一张，然后早不买，然后爬150一张，有人要买吗？是很吓到的，是必须要。我也是有看到碰哪个 player share， 就是讲朋友他要买，他啦，他 screenshot 300我也出。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压力吗？整支球队在 Matrix 里面会觉得压力吗？还是觉得我真的是我这边有一个国旗，我一定要把它打好来，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压力，我觉得是还好的，因为我们也刚开始嘛，就肯定是要去磨合就磨合到年尾去打 C game， 就真的是希望可以摸拍。But 我要 confirm 一样东西，上次好像上一个 podcast 我问过嘛，我不确定吧。现在是讲说 C game 是不能用 naturalized player，我是听到是这样我也是不确定，也是不确定，没有去问的。OK， 我所知道的东西是，他每一年或者是每一个承办国是有一点点的权利去修改那个规则的。OK， 所以这是可能泰国是这样子想，可是如果今天我换成是柬埔寨或者是菲律宾的话，不一定的因为我们原本就有很多规划的球员啊。对可是主办国是在泰国嘛，对，所以就是他定嘛，所以他就有一定的瓦西权就他可以 try to 去 fight for 这个又有主办嘛今天如果我们到27年在我们这边呢，我们一定是讲我们不可以 nationalize 吗？除非我们讲 nationalize 一个啦。如果我们博三过那时候有，那时候另外讲啦。博三过可以博三过没有机会打。我在等吧，我们也是在等，全部都在等。然后我们把时间线稍微拉回一点点，回去到 NBL。其实你打职业联赛，其实我们不讲职业，我们讲半职业。我们因为 NBL 讲真的，到现在都不是职业。老实讲啦，我们摊开来讲。然后我们就讲这3年的 NBL 就好，这个 NBL 跟你之前打过的那些 D-League MPL 那些甚至是 ABL 那些比赛有什么差别吗？因为你算是除了美1号还是阿刁之外打最多的职业联赛的球员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就可能你对的人对的外援，然后可以下场的外援有几个这样子以前 ABL 其实我对 ABL 我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也没有什么下场就是我记得你就是穿 Dragons 的衣服，就那一张照片而已，我记得然后那时就这样就熬过来然后看有什么机会去 fight 所以你到南湖的时候，算是你比较大幅度的上场时间，然后你也是那个头，对，算是领袖因为接任教练也了解我，然后这么我们 NBL 可以忘记第1年还是第2年可以做第1名。一直赢，对，我觉得是我们有那个默契你看我们矮可是我们全场 man 然后防守3分全部都就有一个默契在然后到第2年，可是我们还是打不赢 NSA 第1年，是真的太强了。然后过后到第3年，我就后面就加了那个 Bird 还有那个之前国王那个叫什么名Christian 安尼奎，真的是帮我们很多。而且他也相信我们，也不会，因为当时在哪里在巴生是叫巴生吗？那个班定班定那时他刚开始跟我们，他不是有一场对丙人一直要自己打，过后可是输掉嘛那场我们过后他就比较会传球了，过后我们也可以很多分那场我们连续打2场丙人嘛，他第1场就很多分，第2场又对丙人，可是他就一直要自己来。我记得有一场你们是输到很够力有一场第2场就是他
比较球权要比较多了，不要传球过后教练有跟他谈，过后就到了不懂第几站，过后我们的球就很顺。back 多啊，我传了，他也不用打有球，他打无球我去控，然后他 back 多这种简单的球都就感觉是可能在2到3场这样子突然间哇，直接变到完，整个东西变到我讲整个球的 momentum 这么顺那么多。不，原来以前因为我之前我从大学就看到他了，看 Bird， 然后这样看他去打 Celtics 那些，他其实是持球无球都会做的啊，都做。我奇怪都不像他的，然后慢慢的讲原来不像，是他不要而已。要看他要不要可是他也算是因为我听到讲是他也是有担纲，就是跟教练，就是一起跟教练一起讨论看这球员怎样还是什么，他会去看，他会剪 video 给教练看，他会剪 video， 他有一个 iPad 他会看是他们打什么战术还是什么。哇，他自己看完你们的比赛，然后剪 video 给教练他就跟教练share 就要讲我们要打什么 play OK， 哇，他是真的他很专业很想要啦。很有心很有心可是那时候你们球员知道的时候，有没有也是 shock 到讲有吓到我这样专业的这个球员。而且他早早就来热身拉筋，可是去富邦好像没什么伤残。因为听讲是他有伤，还有伤那时候是讲他有伤，我就讲不对啊，他应该是会飞因为他第一场的时候因为一栋也算是蛮常看台篮的人嘛，所以随便讲就大概知道是什么事情。我们把时间推回去 NBL 那时候，你们打赢 NS 的那时候的半决赛，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完全没有想过会赢真的。第一场我们输多少分20-30分好像是第一场半决赛。那时候是大败嘛，算是大败。然后第二场我们讲，我那时的心情是 OK 打完第二场可以回 JB 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 podcast 会讲第一场拿不到，第二场应该是脆啊！我的 podcast 我们是有这样讲。我已经收好了跟小魏。结果那天我又很准结果打第3场，我又很准。因为我讲是确实是这样子。那一场你们赢了过后，你们一定有 postmortem 嘛？可是 postmortem 的时候，教练有跟你们讲什么东西吗？就是有什么鼓励的话，还是其实其他球员都有一些发生？没有因为我就会一直 positive， 就一直讲还有一场什么的，因为第二场我们就完全是反正都没有压力了嘛，如果输就去打完吧去打完吧。然后第二场一赢，第三场我们就全部在 fight 有欧马啊，有欧马。那时的感觉是这样。想要球员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定要有 on， 你没有那个士气涨起来士气没有，你就整个人叨这样就做什么东西又做不好这样我们把比赛的情况这样子像第一天不会有人去干扰领航员的人去罚球很安静不什么鬼。有后尾有一点点是到第4节开始一点点有机会 OT 的时候。我的观众很被动了。其实马来西亚的比较少吧这种影响可是第3天会比较多，在台湾这第3天，我们到第3天的时候，你们打印尼的时候，本来就是有人就要准备走那种可是跑又拉回来了又拉回来7-6比7-3，最后3-4分钟，然后就开始会喊就是他们要到很后面，他们在讲我要干扰一下，一直喊他们也累，不要管他们球迷不紧的，你们累是才我去看台湾球赛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喊我去日本看也是这样子。打球的时候工程师一射罚球都所以那时候我们讲如果你们打客队怎么办他们台湾的人更恐怖，印尼的人更恐怖。你看伯利达那时候的上面的人全部都是印尼的粉丝，一个人声音再盖到 Let's Go and Let's Go 那些盖到完，应该会更够力了应该会更凶。我觉得暂时现在你们在马来西亚你们不会有压力的情况，是因为你们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面。如果是去到其他国家就很难讲真的，很像我们不要讲篮球你讲印尼足球那边极恐怖那些人很恐怖。我们这那边还可以写歌的嘞，写歌唱衰。我们篮球也是写歌，朋友嘛写。那个是鼓励，这样我好奇的东西是，因为你讲球迷会影响到对方这样你觉得有
帮到球队？你觉得他们的那些喊啊那些东西，你觉得你会 enjoy 在这样的情况下打球？我也 enjoy，因为有人来 support 你们，就 support 我们啊，然后有这么多人来，就算来 support 对方都好啦，都球场都满满，就看到会爽就很 enjoy 啊，很爽。所以你也是那种很喜欢 enjoy 是多人看球的一个球员啊。对对对，没人看球，你打给谁看的？你就算我们在干波那种啊，奔整那种，全部都超多满满人的嘛是啊，根本很多人的，因为有时候你会做外援嘛，然后去酒后各个地方打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都是没有错啊，是因为一动过。哇，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所以我真是觉得哦，不要只是因为有大比赛哦，球迷才去 support 嘛。因为其实球员就是要给人家看到。所以我觉得球迷哦，不管他们是不是所谓的 superstar 还是怎样哦，就是 try to 去呼吁他们，有比赛就尽量到场支持，是不是？这个真的，我是很多朋友从 JB 上来呀，从哪里各个地方上。JB 是真的，JB 是真的啊，因为都认识，所以都懂。我觉得酒后的那边啊，我不懂啊，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觉得酒后看球的人会比较多，很多人感觉上。那时阿公 Cup 在 Lucky 打的时候，6000人满场哎。那个也是很够力。啊，6000人满场，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宣传的，我们那时候只做阿公 Cup official 嘛，official 只是做完那 roster 啊，海报定出，可是没有做前面的宣传那么多啊，照样很多人去，那时候极夸张。然后问柔佛的秘书长杨林就有问到票卖多少，然后还有一些12岁以下的进去。你曾几何时在这几年 COVID 过后，整个 Lucky 是满场。其实，在酒后那时候，阿公 Cup 的票价是多少？15块，20、30吧。哇，这样比起要30块算便宜哦。我都想逮到烂啊！两个 OT 第一场2 OT， 两个球员那边，那边真的是。之前没有打2个OT，我讲真爽嘛，是真的爽，是爽啊！又累打完的又爽时候不爽，输哎，我那里不要进的话就不用打。每个人都想下班了喂，几点了？一开始输20分，我们也是讲下班了。你懂我在拍的时候啊，坐我旁边的是领航员的媒体啊，认识。一拍一 OT，还转过来再跟我讲，嘿嘿，加班。然后2 OT 的时候，另外一个领航员的媒体也是跑来跟我讲，怎么办？要打到3 OT 吗？我也不想啊。3 OT 就够力了。可是我觉得有机会了。那天我觉得我们非常有机会，非常有机会，95-98啊，对，95-98。后面的关键啊，后面的关键没办法。现在又伤美美哇！可是提到美美，其实我们大多数看你的生活都是在 IG 上面比较多。你和美美算是有点像是 brother 了，然后很好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你跟美美是怎样认识的？是国青吗？还是就以前国青哦，那时他几岁啊？我15岁，他17岁，他大我2岁。可是他以前在国青是很少来练球的，教练也找不到他的，他以前没有电话，他只有一只 iPad。然后要找他很难找的，教练也找不到他，一个礼拜来练几次球吧。他住在石邦嘛，然后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坐巴士回石邦去他的甘崩玩。那时你要找他真的是找不到。你发现到那边很好玩啊，所以石邦是艳遇大马第一人的地方啊。就去打 snooker 啊这种。够力，这些都是过去式。都是过去了。现在你跟美美也不是第一次同队了啦。我们不要讲国青啊，之前的 ABL 也是。OK， 我知道要这样子比较。上次的 ABL 你也是代表 NS 嘛？啊，对。然后这一次 BCL 2-3年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上次的 ABL 强度没有这样高。OK。可是那次我也没有什么下场啊，是。然后这次真的是我觉得是我打过最身体对抗而且最多。可是你也 steal 了不少球啊。也很难防，真的很难防。怎样讲呢？是他们的全部的技术啊、速度啊，全部都很快。可是你们有去做一些球队的整队啊，像蒙古，我觉得这3队里面蒙古可能是最头痛、最硬的一个。你们有做出什么整队吗？那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不像我们第一场跟第3场这样有望拉回来。那我严防不住真的是。每期都一样子。我看到中当很可怜吧。待，OK，这个闭眼落打，
22号又会传球。Dennis Scott 对，多又给我几容易打小孩子这样有。记好简哦。John Dang 啊，我们这几个小的在那边推有什么用？都没有用。不，说到这样酒后啊，其实我现在看到的是John Dang 还有John Won这两个，他们的身体素质上面，我觉得反而是对南湖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加分啊，我可以这样讲啊。这样你怎样看待这两个球员？大John小John都很准，两个的大John就看他要不要投，可是都是要叫他投他才投，不然他也是不要投。每次比赛他投1-2粒不进他就不要投，然后小John是不管的，就是投不了，可是还真的是准的。我有投有机会他是真的有机会。他出手的都 OK 啊，全部空投进不进就另外讲啊。他跟那个杰森李那个只是点Taylor 连线他，我操，很帅吧？他的耐力。可是所以就是讲那时候你 ABL 不管是 Matrix、Dragons， 然后再到现在的 Matrix 都好，你们下一年就到你们自己了，到你们自己了。对，这次真的是到你们自己 BCL OK 这样子看来那么高强度。等一下，因为是 NBL 的冠军区嘛，对，第1年、第2年都是 NS 拿嘛，第3年是酒后拿嘛，所以明年的 BCL 就是酒后区。做多一点 gym 练大只一点，练有力一点，只可以这样子的。他们身体素质真的是比我们差太远了，差太远。就是我看了蒙古那一场，尤其是我check完那个 footage 的时候然后我又看到他们的那边的力那种程度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他们那边4强的来这边打，我觉得我们都会很吃力，真的，越来越好。这样，易动你会觉得我们讲的这样的蒙古的比赛有多好啊？你会觉得我们 NBL 这边的比赛场数太少？我们是觉得少了，球队也太少。可是你讲场数，你一直要对回一样的人，讲真是有点闷。OK。可能有个6队、6、7队、7、8队啊。然后打，就你这会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啦。你现在我们多少队？那14队。4队啊，4队、5队。真的是很闷一下，我是这样觉得。而且3年打回一样的人。因为决赛已经是那时候然后决赛上来的时候，对，就是都是一样的人，就长期下来觉得也是还蛮不健康的，我自己这样觉得。可是也真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出球队费用那些真的是很多。你有出没有进这是最头痛的一个地方。这个他应该讲的最有说服力因为他看了那么多东主上东主下。我觉得球队就你有一个好的管理层然后你出钱，可是你可以去找一些income进来还有 sponsor 啊，还是什么都去缅甸这个费用啊，就不用老板一个人自己出这样多钱，我是这样觉得。还有球员自身的技术那些东西要增长啊。练 skill 啊，不是单单练球吧，你就是要去练技术啊，练什么还有 off season 你要做么我觉得这些比较专业。之前有跟你聊过嘛，就是那个训练室那边，那个训练室是什么？是跟你一起1对1的练呢，还是你要特地？因为不是马来西亚人嘛，对不对？是台湾人那时这个是我那个宇杰介绍我的。OK， 宇杰是那个yes， 你的 brother。因为我想去练技术，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去练练不到东西。为什么？因为你练技术是要长久，可能你要1个月然后我才练7天你只可能学到一点东西吧，你学不完全部东西，你就撤了。那你没有不可能花这样1个月钱，因为我是自费我这样去练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练7天都差不多2000多马币。7天2000多马币1对1。他在这边是有去韩国、日本学，然后有那种好像是有lesson 还是什么哇！他好像每3-4个月会飞去韩国再学再回来。讲真的，他那个带球 skill 那些全部都很好的，可是还有更好的，那个是价钱就肯定是所以是号码的问题啦。我先去找这样子的 test 看的。这样我就好奇因为你也是有跟我们本地的练过嘛。So I mean 我也不要讲做 comparison 因为你讲你去台湾是你不可能长时间这样练嘛。But then 如果我们只是带回来 Malaysia 的话，你讲说我们这边有自己的训练室的话你会鼓励除你之外的球员去多跟他们接触吗？肯定，就你真的是会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你单单练球你是
团队的练球，你不是个人技术啊，你 system 啊、跑战术啊什么啊，你这种个人技术真的是要自己去练的，我是这样觉得，而且不是这一个月就没有了，你就一直持续，那一个礼拜你练几天 skill， 几天是 team training 啊，我是 strength and condition 啊，这样子是最好的。反正你们现在一天的练球时间都是2场，一天练2次啊？啊，一天练2次。是什么啊？大概是早上一波10到12啊，然后6到8，然后 gym 就是10到12，然后1到2这样，就是直接一次过有3、5就一次过去了。大脸。OK， 我不懂啊。OK， 如果以刚刚你讲一天练2次球，然后你们又要练 strength conditioning，这样基本上就等于没有时间练这些所谓的 skill 了。没有，是真的没有，太累了，是不是？身体打鼾不到，而且现在我们是一个礼拜练满，礼拜天都没有得休息。哦，礼拜。然后真的是累，可是因为现在国家队教练只有一个Felton，还有宇天元，Skill 教练，他就是一个教练，你要教完全部，我觉得不太好啊。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可以没有，只能讲说资源不够，是不是？对，所以没有办法帮到全部球员。你一个教练要做这样多东西也是很累，你一定是要分担。你看，你不要讲什么，那时我们马中之前也不是有打友谊赛，有了印尼队、印尼 club 来，我那个副教练还有什么战术啊、防守啊，拍照都3、4个，然后那教练团就5、6个、7、8个，一个印尼的 club 队都这样好，你不要讲本利达肯定是最有钱的球队。就你看马来西亚的球队，一个教练，然后没有然后就当完全部东西啊，是。你讲职业真的是一个人做不来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太多包嘎料的东西哦，太多包嘎料。给一个价钱，然后你全部都要做。是啊，就很像球员这样啊，叫你打空位不可能叫你打买低位的嘛。继续打落魄说。继续打咯，你去吃好。你要妹妹要应该要打1号打我。什么美美像？太累了，太累了，整个身心都很累。可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短期内改变的吗？你自己就是你打了这样多的比赛，然后你看了无数个各个国家的环境，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你觉得短时间内可以被改变吗？我们也不敢去反应啊，偷偷的讲，偷偷这边讲出来了。这也是所以整段要逼掉啊，逼偷偷讲啊。他 OK， 我没有关系了。对啊，也就看老板那些舍不舍得，这样子嘛，因为也是一个费用，很现实的一个情况来的。其实你也清楚整个那个流程是怎么样，你也知道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面可能有这样多老板去做这个东西，就是一步一步来。那 JSD 也是一步一步来，可是现在第几年？第3年。第3年，可是还是没有中锋，找不到中锋。我不觉得我们没有中锋在马来西亚，我不觉得没有，你自己自身球员，你自己看到更多，不觉得没有，只是有没有要找而已。这样子我就好奇了，如果因为你讲他不可能没有看到啊，这样你有没有以你现在所看到的球员啊，你有没有觉得有哪里一个是你看到他是已经可以 ready 的中锋本土啊？中锋啊，或者是说你看到是有潜力的，可能你有稍微注意到啊，年轻的可能是国青也好，可能是20岁以下的也好。我觉得Matthew就比较缺乏经验了，可是他真的是苦工很烂强，纯蓝领就真的是少经验了。你看他上场真的是紧张，看的真的然后没有人，暂时没有看到比较好的中锋，暂时没有。之前打苏马那个那个浩辰，方浩辰，就我是觉得他是可以很厉害，很有机会的，是不是？结果就不管是当兵还是什么就没有。其实我们最后蛮多，很像浩辰啊，我们再小一点啊，就是嘉诚啊，嘉诚，我们在看，我们不要讲5号啊，我们再往4号走，梁权。梁权未来3号没有啦，我们不要讲5号啦，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 snap 啊，我们叫 snap， 就是你就看到这个人可能就是未来的老大啊，什么东西，可是就是慢慢就在你面前不见掉。一般也是要生活嘛，你要钱，是，不然就看你自己怎样想。其实，可是这样你也是很赶哦，你也是很赶啊，就你算是因为我看到你的
陪着你的球员来讲，除了你跟庄旺之外，其实罗福好像也没有多少个人就是跟着去打到现在。一般家人也要 support 咯，讲真的。以前国庆吃饭前啊什么要买球鞋啊，你家人肯定是要 support 你才可以做。Kobe 爸是不是？然后家人一定要 support 啦，只可以这样讲。你没有家人 support 你金钱啊什么，你又上来 KL 一个人生活这种。所以那个时候你爸爸妈妈就是讲你去打罢了。一开始就叫我去打吧，他们也没有问我很多。嗯哼。就是讲说没有关系，你去打不了回来，我们再讲。是，就很 support 我，就不会也没有讲其他东西了，就叫好好打球。像啊，你都是过了18岁，你就是应该要自己出来去装一下，自己出去装一下。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么的残忍的，没有讲什么什么 all butterflies 啊，这没有这样子的一样东西啊。你出来，你就是要被社会磨打的嘛，就是这样简单的一样东西。我觉得是要去 embrace 去接受这个东西。有时候社会就是这样现实，你不能去因为我还小，你还小几岁，你还可以小多少年？是你最年轻只有今天而已，是不是？哇，又是我讲的这句话。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是所谓的机会好像异动也是自己抓住，也算是这样，就是你沟通那边，他们 offer 你这个东西嘛，所以你自己选择了去 maintain，去 recover，然后大汉到 JST 出现，然后你才有那个机会去闪。机缘巧合又回来就好了，又继续打，是不是？现在是，就你自己要去把握，你要努力哦。是讲真的，就是好好有机会也要会把握，就这样简单哦。先努力先哦，机会会来的嘛。是。我们讲了这么多场下的东西，其实可以看到，真的是要爸爸妈妈为基底，家庭为一个基底，你才可以很好的放心的去走这条路。何况我们这条路是很少人要走的，而且走到底的。我们俩走到底啊，至少走到现在了啊。可是我们再回来到场上来移动，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你很多的5打5，可是我自己看到你，刚才讲，看到你打3打3。可是你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嘛，就是想要去打，因为你其实有打2年的亚洲杯，然后还有 U18 的3人赛，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是你很有潜力去打3人赛，可是为什么还是回来到5人赛？因为是没有机会去打3人赛，因为你给我打3人赛，我也是想回去打，因为我觉得那个节奏又不一样。你3人赛就真的是一直要攻，5人赛就是要跑上跑下传球什么防守，而且3人赛是2秒爆的，进攻很快，更快累啊！我是这样觉得。我反映过 JST 加出3人赛的。OK， 哇，这我不懂。还有我梁权啊，John，还有再找一个这样子。哪一个 John？ 大 John，可是没有反应过。有反应是好的，有想法是好的。我们也想这样出国啊，去打3人赛啊，看一下。可是也是有这东西，没有实现。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啦，如果真的是有的话，就好好把握。对吧？又是好好把握这个东西，还是要抓着，篮球教会我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握，安迪把握，空要把握啊！我觉得我们这边也是要暂时要听一下吗？好。OK， 我们进入到，也不想进入到吧，就是我自己本身很好奇的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转播你们比赛比较多嘛，然后就会一直在看着那个留言 YouTube 那边一直飞上来，你就讲啊，这个人又来了，前面一场32分，后面没有了啊，就你自己也是嗅到，就是你会有很长这样子的东西，可是你不难免都会看到这些留言产生，你这样子去面对，因为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可能改天会上来啊，那些球员，你自己是这样子去面对的？我觉得心态我其实很想看那些 comment。你自虐了，就讲这个不可以啊什么啊，我就去再努力练球，证明给他看。因为你讲一场30分，第二场假如我手感不好，不可能硬去投啊去攻啊，就做别的东西啊，防守啊、传球啊这种。就你会看球，你就懂了。假如你不会看球，你就这烂的，应该没有表现了。好来啊！好来啊！因为以前我会很在意啊，现在就
不会去这样在意。其实好像我们讲就是马来西亚比较红的球员，像现在以 followers 的指数来讲，小健现在是第一嘛，第一嘛，啊，然后再来文杰啦，一东啊，贤富啊，富啊，美美啊，这几个都是会比较多人在看着，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多一点鼓励啦，你知道吗？就是一直讲，鼓励肯定比那种 haters 多。你是 feel 到是鼓励会比较多。我是有很多人会鼓励我啊，很多粉丝啊什么，也是会有人会 message 你这种。有写过那种很长很长的。懂啊，就是没有，就是存2句，就是就是什么不会打球啊，会不会说你这种啊，然后你会信他们啊？没有，我就这样放住，我不要管他们。就是你连点进去都没有吗？没有点进去。你们连被点进去的资格都没有。你要叫我用小号一点，我不敢用大号。你有没有敢用头像啊？通病啊，讲你们的。可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因为那一次事情就是去年车子圣杯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很明显了嘛，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你在挥拳的那一刻过后不到15秒，那个 online 的人数飙到1万多个人，然后全部去看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你也发了道歉，然后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整体的发生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子的东西？因为你也是作为当事人。当时我看到台湾呢就去推那个小钟，然后一下子火就，本来我是站在半场的很远，然后我看到他欺负我队友，我就一下子火就来，我就直接冲过去，就直接挥拳，也没有想象多了，当下肯定是你火来，肯定是不会上头了，因为前面的时候我是看到你们身体上是有一点碰撞的，加上我们媒体又有发酵，垃圾话喷小钟那些什么。是啊，对，垃圾话这样子。因为你们两队那时候还没有拉到很大的比分差就感觉是还可以追回来的那种感觉。可是那个时候就突然间，一下子我播到一半，怎么突然间聚在半场那边一起我想什么东西要庆祝什么东西吧？没有东西就是哇，突然打起来，我就哇，什么事情？还是打架还是不好啦，打架还是不好啦。比较好奇的是 after 那个事情过后，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影响嘛，就是改变嘛，这个也是好奇的，使我的心理更强大，你可以。就是喷垃圾话无效啊，就越喷越无效了。因为你就做错你就道歉哦，然后就去改，不要再犯回同样的错，只可以这样讲。可是你这样看回去，24、25年很多打架的事情发生，有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的关系会发生很多事情，有这些东西出现就会被拍到在手机相机这样发达把你事业多也是要回去打，不是回到开始的地方，有回到最初的起点。不一样，这次是代表着国家队嘛，代表国家队对他们这是传国家不懂嘞，我不懂啊，这要跟你讲咯好好来啊，对啊，我不懂啊，很正常啊，是吗？因为那时候他们接下来会穿国家队的战袍，然后没有错的话应该会打中国的华侨大学，然后台湾的一所大学，对，没有错 ，NS 一队 ，JSD 一队，然后新加坡应该是会变成Crawdads 那边 Southern Crawdads 那边打，Crawdads 对，所以你会回去打？国家他穿国家队，国家队也有打国家队有打，所以为什么智胜会进到 JSD 的原因？因为我算一下，国家队一队JSD NS 一手华侨，还有那个 Southern Crawdads 六队，可以再多一点了。很多一下，其实以邀请赛来讲，那球场没有很大吧？装不下，等下移动又走不出来了。我有一幕看到我记得是不懂是几时的城市圣杯，你发衣服做 giveaway，是第六届前年的然后我记得还出不到去吗？出不到去，还围着你紧身裤吧？是紧身裤，全部衣裤全部给到我。等一下，你剩的紧身裤是在你身上还是？在我身上。因为那时候是讲没有东西给你们，我听他们喊，我在收这东西没有了，好，很疯那时候。是真的很疯的，就是裤子也拿，袜子也拿，这样子全部都拿。原味啊！原味。这样子，你这次会准备多少件呢？先提前看 sponsor。
这影片发出去的时候还有时间，还没有到啊。OK， 所以我其实大概明白，其实圣杯也是一个让人家很有记忆点的一个地方来的。今年的他越做越不错，越做越不错这。就是球场的观众席太少。对还有热，还很热，这是改变不了的东西。哇，这个讲了其实也解决不了，就是对于球场太滑这东西，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了，真的。讲出来也就是浪费多啊。他之前在新山打球的时候，那时候我去拍，我很久没有拿相机哦，我看到第一句问我滑哦，溜冰场在里面，滑哦，是没有办法。可是那个场，可能你们两个不知道。JB 那个地方就是以前来讲是还没有变成白色、蓝色、红色的场的时候，是一片黄色。然后一东也是很常在那边打。之前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讲怎么突然间变打国家队了？可是我记得他之前打的是光辉啊，不然有时候富林园啊那些都有打过 JB 就比较多。可是为什么你那时候不像是？因为你四环岛不是belongs to 各大顶地。一开始我是居銮县的，就我代表居銮县。OK。13岁，因为我在居銮读书嘛。然后我转回去四环岛的时候，我就转回去各大顶地县了，我就代表各大顶地。OK。然后孟江我又转去新山，然后就变新山了，打新山咯，就变老哥。因为一开始我在各大顶地的时候，我还有去新山做外援，就那时我应该10多岁吧。就打光辉哦，然后打过后，他们就直接把我转去 JB， 就变做 JB 了。原来是这样子。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怎样讲？因为在自己的州里面讲，我去那个地方做外援，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在你也知道州好几大好吗？是不是真的？州很大，大到办比赛。大大小小，大的就还好啊，小小的很多。这州的很差多。多到我觉得哇，是不是有点太夸张？就是一个县的 U14，一个县的 U17，一个16，哇，做完了过后跟你讲巴都那边有一个金杯，然后是居然一个陈思胜，东家这边一个什么就是几个州或整个篮球蛮不错的，就一直有比赛球员也一起出来，是很多比赛打的。好看哦，好看。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百花齐放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坐在位置的没有其他人，就只有9号人而已，对吧？我不敢讲啦好，对不起，我没有要站，我没有言上，不敢秀。可是要做反应可以啊，就是你的州的篮球也上来啊，没问题嘛。我们9号做篮球之前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其实大多数都问了很多对于他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本身不是我先认识他，是我弟弟认识他，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人打球很厉害，穿8号了。可是你现在又转成7号。以前穿8号，然后过后那时弄到脚过，我就想换号码，就换下新的号码。8号上交。我就喜欢卢卡，然后我就拿77哦。卢卡没有防守，你有防守。哇他厉害攻，我不厉害攻。OK，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 Q&A 的环节。其实，在前面我们都把一东一路走来，从小的到18，可能再去到受伤、Go Strong、JSD、国家之类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大概都知道一东在这20几年来的篮球路或许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因为国手就那一批人嘛，就那一小批人嘛，然后一东就那一批人。或许一东的故事可以给你 inspire 到，就是如果想要成为国手的人，或许这一条路苦练是基本，然后你把握机会也是基本，然后你甚至是你要把握机会之后，你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得到教练的信任、球队的信任，很难的事情来的。还有一个就是照顾自己照顾自己。受伤 ，before 你受伤之前，你应该就要明白怎样照顾自己。他一动算是大伤回大伤。他的情况是什么？应该算吧，动手术，然后脚不可以动地啊。哇，算大了。该到好了，回来再沟通。有一次学青也是脚接不可以伸直，然后去打针或打胶打 PRP， 然后就讲不要开刀了，就这样做以后。所以是真的是因为 rehab 做到可以打鼾到现在。对，现在还会痛吗？有时候会吃痛的。可是你真的是要练到那个 muscle 可以保护你的膝盖，然后就缅甸哦。这就是做运动员要付出的东西。不要受伤最好。不要受伤。
不要受伤。OK， 来到我们最后的环节 Q&A， 然后收集啊 IG 上面不会到太多的问题，因为我考虑到我们时长，所以把那个时长，你把那个脸那个什么表情，OK， 这样我们就 start from 我们会筛选啊，OK， 筛选啊，可是前面几个都不是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头发很帅，都不是问题。 underrated。 Shout out to underrated 。OK， 我进入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哇，有一个问你一个非常远的问题，可是你现在是当打字的，打算打到几岁？如果退役之后有什么打算？我是打到不可以打，我是这样觉得，可能30多。其实现在就是去 fight 哦，反正拿的工钱也够生活那些，就现在就不要想这样多先了，不然就没有打，我这样回去帮家里也是这样。就还可能多几年才想啊，因为现在我还没有去想。还在巅峰啊，我觉得你还在巅峰，我觉得你还在巅峰，然后就一步一步来嘛，慢慢去想，你不可能一下子直接，因为你要舍弃很多。假如你做工，你就篮球你就很少练球了，现在你就 focus 在一个地方先。是这都是我觉得还没有到巅峰，还可以再上去，是不是？我觉得还有我也是这样觉得，夜色夜外面没有、啊，他其实很多人看到一动是射到什么大号外线3分啊，我自己播也是大号外线3分。可是你想过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要看攻，看守，你看防守的时候，看他防守极漂亮，然后你再看进攻的时候，他整个组织串联，他不是有一粒地板球在篮下，地板给球给到进攻的那里插板，你要穿到极久才可以进到里面，才可以穿到那个球，极难你懂吗？还有人跟我讲什么一动 break 掉那个 momentum， 你才 break 掉 momentum 啊？他是 create momentum 的人欸，鞭炮炸起来哦！捡到枪了。对啊，没有啊，就如果你看得懂球的话，他的确是在 build 到那 momentum 的人啊。他做了多少次的战术，虽然讲不成功，到最后他转变的能力是很快的、啊。我没有要特地还在那边我夸他关系，事实摆在面前，你去看。我有点吓到你今天没有喝酒，可是你这样子。喂，相信没有哦，一步有办法，一步有办法。Thanks, Alice. Alright, OK. Next question. Next questions. So， 一动接下来会去打别的国家主场的那个 BCL 吗？啊，这样子念了，他这样讲。要看教练的选人的，因为我们有15个 locker 嘛，然后只选9个配3个外援，就也要看你练球的表现，还有看教练要不要带你去，或者可以这样讲。哦，所以是不一定是全员带去的。啊，考虑到可能是金钱的问题，是因为他不会全部带去啊，对，考虑到金钱资金的问题，因为你我们多少个19个人，那你可能全部带去，而且也应该是去的前一天才会跟你讲有没有去。哦，是哦，哇，这样哇，这样好玩啊！他应该是不会讲先的，不会提前讲啊？不会。哇，不敢哦，这个没有啊谁去台湾，谁去蒙古，谁去印尼，全部都不懂。他应该是要他们随时 ready，啊，那是一定是这样的。啊，对他 post game conference 的时候，可能球员不知道，就是 Coach Sheldon 在 post game conference 过后，他都会讲，就是 I want my players to be ready, always ready。因为他就有翻译成华文，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在场上的时候，那些在场下的 participant 的位置的那些人是多少要上来的。如果一个一上来，你看杰森那一场就这样子，他上14分钟吧，一上来10分2-3个助攻，所以就是做好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这样你有几成信心？10分的话，10分，你给自己几分来？你是会可以中选。他抓衣服， 6-7分，6-7分。对啊，算因为高。我是一开始我是没有都讲了，刚才讲了，没有想到会用我这样多。然后表现我也算 OK 了，就我觉得要更稳定哦，然后关键时候要去做更好的选择。因为真的是没有经验打这种大比赛啊，都在打 NBL 嘛 ，NBL 都不一样，就真的是慢慢去磨练了。我是觉得可以再更好啊，对。因为我那时就很好奇，就是那时候为什么 BCL 没有人关注啊？可是渐渐的时候，到最后开始有人关注的时候，是一窝蜂来哦，原来 BCL 的强度是跟东超这样子这样大的，然后我们马来西亚人真的要去打了。所以那时候我跟大家科普，我是不是讲，其实你知道我们第一季 BCL 的时候，我们是进到最后8强。老实讲，我们连输3场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就那么差那么一点，每场都是差那么一点。我是觉得应该赢20分，输掉一场很可惜。就对于印尼 PJB 鼓励大家呀。OK， 我们展望未来就好，我们目到下一个问题。
哦，下一个问题他问了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就是九少人台哥需要改进什么？他就问了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从任何切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更专业一点哦，因为像去年我们练球，上半年是没有什么练球，因为很多球员在 KL 读书，然后我们几个 full time 就在 JB， 但是也是2-3个练，也练不到东西的，就不然你上来 KL 练又是一笔费用，所以就也很难去，这个没有办法，也很难去选择你要在哪里练球，不像那像他全部人集中在 KL， 就每天早上晚上一起练球，长期练到完，我们没有办法，要到比赛了才练那2-3个礼拜这样，就我觉得是可以再练多一点，然后技术。那种 gym 那时候就全部都要了，是这个再专业一点，还有什么媒体那边，因为我不懂要比赛了才请人做。哇，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哦。我也不懂怎样讲啊，就不好的现象啊，就你要比赛你才请人做，然后现在要到比赛了，我们的照片那些全部还要跟我们拿。然后自己去 post，没有人去做 social media 这东西。是，的确有这样子的现象。因为这东西是最快可以让人家看到。对，是。而且我们的 page 也算还不错，现在。很不错啊，很不错啊！那时候你们开social channel，跑一下，哇，几千个粉丝在里面。去年做到也效率也很好，全部。是，的确。最后也是不懂那又没有继续做嘛。这个我们是球员，我们也不可以去。是。来，我这边的问题没有阿大。哇，这样快啊！可以啊。哇，很少啊，因为我把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刷掉了。OK，2025年的篮球生涯目标。可以中选冬运会12人，然后摸到牌。那是你今年最大的目标。我们已经接近20年没有拿到牌了啊！老实讲，我没有给你压力啊，只是我跟你讲，it's a fact，it's a fact。要中选这。要中选先。OK，这里还有个问题。NBL 那时候你们拿了冠军过后，老板给什么奖励？这个啦。2个月花红，他是算2个月花红啊，不是bonus。我也不懂诶。其实花红跟bonus应该是分开还是什么？这个我是一样的吧？不是一样哦，从我的视角去理解的话是一样的。就2个月花红。2个月 bonus 啊。OK 啊，其实我觉得。make sense 啊，2个月。以现有的财力来讲，已经很够了。对他来讲，他们也是很 OK 啦，就对他们还不错。OK， 这个是什么？安哥看不懂繁体字。OK， 未来一动朝着哪类型国际赛而努力？国际赛意思就是讲说，向美美看齐，可以这样讲。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觉得到那个 level。要更努力哦，然后身材可能要更大只、更快，要像美美这样大只才有那个 level 去打，我是觉得。你看全部外国人的身材都很大，这样我就会想到一个 example，Freddie Leach。就你觉得来，如果我叫你去 rate 啊，他的10分是这样子，然后你的分数是多少？拿Freddie Leach来比赛，Freddie Leach是满分的还是怎样？Freddie Leach 满分的话，在亚洲来讲他是满分的话，你觉得你是多少分？30。哇，这样差很远。全部都很低调啊，杨那时候也是讲，全部都是这样子讲，为什么？是讲2-3分，2-3分。差不多啊，可以做到外援的就真的是很不一样了，还没有到这样多 skill，他们Freddie真的是。够力哦，那 anchor 都是戴紧紧，是戴很紧哦，你看他真的是累哦，都没有力气攻了哦。对，而且你看他最近的比赛也是5人爬3人又爬哦，可是他也好像没有事情这样。他够力是啊，多岁啊？36。那扣手很又低耶，所以你才讲他 anchor 不是 anchor。anchor 不是 anchor。然后还有一个他扣手我忘记是打谁了，他扣手的时候他那个这个膝盖啊，在那个地上这样差一点点吧，懂吗？这个过膝盖老那个差一点点吧，我这个我的36岁我还可以，我现在都不一样了，膝盖这点在地上了，一点点吧，真的是还压太低啊。That's why 他是我们的外援嘛 ，right？ 也是有道理。这样可以这样讲嘛，就是他讲未来嘛，就亚洲外援啊，会是你的一个目标之一嘛。我没有想到这样远的，也没有想到这样远。就把握好现在的球队啊，然后
会中选国家队，就为国家效力，去努力练球。我觉得运动员他们都是有一个，底在那边就是我要披上国家队的。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认可，你是同意了这一句吗？对，你为国家去奋斗，是最大的荣耀哦。之前还没有这样重感觉，我现在越来越重这个感觉。因为我觉得，就当我们越接触到越多球员的时候，他们的想法都是很简单的。就是球员打好，我想要打球然后打国家队，我想要打好我的球，我想要得到我该有的东西，我想要得到我该有的荣耀。我要披上国家队的战袍。全部球员都是就是去到完不了可是不要讲了，等下又要得罪人了。OK， 还有2个啦，我问一个，3分怎么投的那么轻松？没有嘞，不是很准。没有吧？你最近蛮准啊，最近不是很准，因为也没有什么投。平常多练投球啊，因为像我们每天练球都会投7个角，然后2分3分。OK。一个角20粒，你一天一个早上要投多少粒？20，2分3分70。我不算嘞，没有，还有要投2遍。对，2遍，560，是560啊。所以就是讲你们一天都要练到这样子的好吗？看教练，有时候就不是练投球，有时候就练战术那些。通常早上都是会练投球的。OK， 这样可以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你们国家队的 routine 是什么吗？就是一进来你拍了一个 story，OK， 你先练，然后一开始我每次会找差不多1个钟到，然后6点练球，5点这样就到了，然后就是自己拉筋啊，在那边 stretching 一下。过后因为这个教练是他没有给你拉筋先，他一进来6点就直接开始练球，练到一半，一开始可能叫你防守啊、上篮那些，练到一半才叫你拉筋，就这个是比较不理解的。他不懂外国的。神奇，有自己一派啦。所以我就要自己早一点来拉筋。那5点半 call time 嘛，就我可能5点我就来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才podcast 的时候还是很早就到哇，然后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到最早的嘉宾，应该是线下来讲啊，应该到最早40分钟，接近1个小时哦，是。很好的 example 啊，球员们，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有很多那种弟弟他们看的。So， 最后一个问题来哈，你的 all time 的 starting five，point guard、shooting guard、small forward、power forward 跟 center。对。哇，这个就比较容易一点点。这么脑一下子空白，什么东西？我选择不回答。all time 强哦，他们强一定是point guard哦，我就很喜欢看他打球，射手美。small forward， 显夫跟美差不多那些都有。然后center，你讲还有打球的话，浩辰哇，还是觉得是浩辰，很少看到这样的中锋。你们没有看过浩辰打球看浩辰打球一次就知道。OK， 4号。还有一个4号。4号阿 John。有梦。如何？我们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很多教练啊，所以不会可以放 All-Star 教练。你会放谁？教练你会放谁 ？All-Star 教练肯定是放健了。我做副教练又不是没有做过。OK， 你看啊，我们问了这样多的问题，然后一栋算是第一次坐在一个镜头前面录那么长的一个内容来，所以 all in all 不管怎样都是先感谢一栋来到我们这次的 podcast， 要花几大精力要对着这个镜头这样久，然后去拍的东西，我是吓到了，那时候你讲OK 啊，来录啊我的。好有机会体验这样问你多一个问题啊，这样你觉得你给我们3个名字啊，下一个嘉宾我们要请谁？这个好，给你三个名字。3个名字啊，有美，大 John， 齐威，美。大 John 7位，我们尽量安排啦。因为我觉得前面2个会比较难，
一点点，因为接下来你们的行程也是一个所以有可能一定要的酒后人。哇，再慢一点，酒后人弄我讲，诶，怎么你没有讲是南欧人呢？是南欧我找过啊。第一集就是第一集就是是南欧人了。OK 啦，我觉得大家都听到很多的异动的关于异动的故事，关于异动的在近期比赛的东西，还有受伤、甚至圣杯等等，我觉得很多的大事件都给异动去解释啊，然后也跟我们讲了很多，所以还是要谢谢异动这次过来。然后不管怎样，你今天听到的任何东西，或许都是你的养分。然后可不可以请异动就是来最后一句，就是我们要柔佛，我们讲整个马来西亚都好，就是 any last word， 或者是可以一些话可以劝勉这些孩子们怎么去好好打球。我觉得有梦就追啊，然后不要去想这样多啊，你就努力练球，然后也要看你家人support你啊。很重要。就这样啊。好好练球，把握机会，好好练球，把握机会。OK， so any questions? Any? No? OK， 现在10:01，在晚上的时间感谢异动抽空过来啊，明天就要练球啊 OK， 所以是预祝他 BCL 接下来比赛能打得越来越顺利，然后我们也希望马来西亚篮球在12月的冬运会的时候，能在阔别17到20年左右的时间能摸一个牌。OK，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支持那第2季的第3集。感谢各位的观看，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异动，感谢 Jack， 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